梅萨罗什九里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位屠夫，他名叫梅萨罗什九里。在周围的7个村子里，没人能跟他匹敌。他力大无比，可以不用斧子，一拳就能打死一头牛。有一天，梅萨罗什九里没怎么多想，觉得在家里待够了，就向他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每个兄弟告了别，然后就去周游世界了。他走啊走，路过7个国家，直到在第7天，他走到了一片大森林。他这里瞧瞧，那里看看，好像看到了哪里有火光。突然，他看到了树林中烧着熊熊火焰。他想顺着火光走过去，但转念一想，万一有强盗在那里呢？所以他又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。怎么回事？他走了1、2步，火光又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他又转过去，走到相反的方向，但无论他怎么转，怎么走，火光总是闪耀在他的面前。唉，九里说，大不了一死，我再也不会像羊一样被赶着转来转去了。然后他径直朝火光的方向走去。到了烧着火的地方，周围1个强盗都没有，只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那儿，生着火。晚上好，老奶奶。上帝保佑你，孩子。你怎么会来到这个连鸟都不飞过来的地方啊？我想找个地方住宿，老奶奶，但没有找到。我可以给你留宿，但我得提前跟你说，我家每天半夜魔鬼们都会过来，谁被他们找到，谁就倒霉。我无所谓，老奶奶，您只要给我铺个舒服的床，其他的我来处理。老太婆小声咕哝着说了什么，眨了眨她笋一般的眼睛，带小伙子进了屋里。他给他铺好舒服的床，就离开了。小伙子躺下后很快睡着了，但没睡多久，他就被吵醒了。因为半夜恶魔大声地敲着门与窗户，整个屋子被吵闹声震得像在跳舞。九里也没有不当回事，他从床上跳起来，拿着棒子等着会发生的事情。他还真没有白等。突然门大声地裂开了，滚进来一个箱子，从箱子里跳出一根长棍，长棍头顶上有个红帽，长棍直接走向九里。不过九里知道一些恶魔的魔法，他从长棍上面把红帽打了下来，红帽滚到了床下面，但因为恶魔的力量都在这顶帽子里面，所以恶魔也就躲在床下不动了。就在这时，九里跳出门外，在门上画了一个十字架，于是恶魔动不了了。九里在门旁的角落一直待着。天亮了，公鸡开始打鸣，恶魔终于滚回了自己的地盘。恶魔滚回去后，九里也离开了门角落，去了老婆婆的厨房。嘿，那儿有什么呢？他看到很大的火焰上有个巨大的锅，锅里沸腾地滚动着沥青，炉子前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，边哭边搅拌着沥青。九里问她：“小妹妹，你为什么哭呢？”“哎呀，亲爱的，您不要问我为什么哭，为什么那么悲伤，因为我搅动着这么烫的沥青，是为我自己软弱的身体准备的。”“谁命令你这么做的？”“就是给您提供住宿的老太婆，我原来是她的仆女，但她并不要我当她的仆女，她要把我变成女巫，
但我不愿意，所以他要用沥青来融化我的身体。哎呀，怎么这样呢？九里生气了。这事儿我会帮你的，别怕，小妹妹，你就继续搅拌沥青，把火烧得旺旺的，把沥青烧得越烫越好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给老巫婆准备的洗澡水。九里回门角去了，姑娘继续加木生火，搅拌着沥青。巫婆来了，并问姑娘：“沥青有没有烧开呀？”“开了，老奶奶，开了。”“你想不想当女巫？”“不想。”女孩回答道。“我第二次问你，你想不想当女巫？”“我不想。”“我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问你，你想不想当女巫？”“我说过了，我不想。”“如果不想，你就跳进锅里去。”这时，九里不再等待，他从门角跳出来，跑进厨房，抓住老巫婆，把她抛在空中，转了1、2圈后，扔进了锅里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她就被烧成灰了。好了，妹妹，九里说，现在世界是我们的了，跟我去我的家吧。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姑娘没有拒绝，因为她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勇敢的男孩。在走之前，他们去了地下室，那儿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。他们拿了一部分，把剩下的留给别人。他们兴高采烈地回了家，还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如果他们还没有死，到现在还幸福地活着呢。